4月9日，广州市中心城区自来水价格改革方案听证会举行，共17名听证会参加人均表示理解和支持水价调整，其中7名居民消费者代表支持居民用水涨价幅度相对较小的方案2。9名听证代表支持非居民用水涨价幅度较小的方案1名代表没有选择支持的方案，认为调价幅度可以更加合理。听证代表发言结束后，广州市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表示，以上听证结果将提交市政府决策，定价部门将充分参考听证代表的意见。媒体和自来水公司测算过了，根据方案1来的话，第一阶梯居民用户占比 80% 以上，和第二阶梯居民用户占比 10% 左右，人均水费分别增支约 3.2 元每月、6.4 元每月。如果是根据方案2来的话，人均水费分别增支约 2.5 元每月、5.4 元每月。按一家4口人来计算，全家每个月的生活用水成本增加大概在10元到25元区间，差不多是一杯奶茶的费用。当然，这里讲的只是成本增量，坦白讲，其实是能接受的。对于工商业等非居民用户来说，影响就比较大了。根据媒体测算，工业用户水费支出分别增加923元每月、1132元每月，商业用户水费支出分别增加225元每月、276元每月。成本的增加最终一定会反映在消费层面，更何况是水电这种最基础的生产要素，成本增加一定会影响经济流通的每个环节。很多人一看居民价格影响不大，挺开心，但经济的本质就是流通，你不出去下馆子啊？你不买衣服不逛街吗？不理发吗？不可能的。工商业用户基础生产要素成本增加，反映到市场就是产品价格的上涨。最终还是那句话，生活综合成本整体上涨，这是躲不开的。从燃气到高铁到自来水，还会有很多其他基本产品和服务的，比如地铁、公交等等。一房落，万物涨，正在变成现实。资产和服务的价格都在慢慢重塑，只是此前这个价格被房地产通过特殊的土地财政扭曲了。比如广州自来水的价格，从2012年执行至今12年没涨了，这12年间什么东西没涨，房子不知道涨成什么鬼样子了，明显不合理。要不是财政补贴，自来水公司估计能亏的底裤都没了，但现在补贴也续不上了。相比于重庆抢劫式的多收燃气费，广州调整水费价格公开透明。自从杭州、西安放开房地产限购政策，标志着房地产下行的格局已得到官方的承认。进出口贸易数据，一季度中国进出口数据也印证了中国外贸的全面滑落。4月，中国对美国、欧盟和日本的出口同比增速分别为-2.8%、-3.6% 和-10.9%，延续了年初以来的同比负增长状态。由于欧美的不断施压，中俄的贸易在3月份开始大幅滑落 10% 以上。刚刚高铁宣布了价格上调 20%， 在政府这样的调整下，2季度的 CPI 数据应该有很大的提升，居民消费终于千呼万唤地被调动起来了。中国政府一向引以为傲，不断标榜自己的大基建国策，也因为时间的推移进入了大维修的阶段。5·1期间，梅大高速公路的塌方事故造成48人死亡，除了其死亡人数众多，还有事件本身的惨烈程度。综合多家媒体的报道，事件路段塌方长度近18米，造成的深坑近2层楼高，使得23辆车陷落，其中部分掉落的车辆起火，造成人员重大伤亡。据上海证券报报道，截至5月5日中午，针对梅大高速塌方灾害，中华联合财险等广东保险机构已经处理了赔案36笔，共支付赔款3260万元。一位资深金融从业人生总结得很精辟：不要以为内债不是债，更不要认为化债与你我无关。有关部门既可以把债划在医疗、
教育、养老等部门，也可以化在水电煤等日常支出。最终就是把债化到衣食住行中，把寒气传给每一个人。好了，小伙伴们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希望大家喜欢，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并分享您的看法。我们下期再见。